Hello， 你们好，今天见缝插针的来聊一期内容，依然是合作过的我非常喜欢的艺人这个系列。今天要聊的这个艺人是周深，我其实非常挣扎，因为周深真的太红了，分享周深的优秀之处已经好像变成了某种正确，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系列里边我要不就把它跳过去。但是我前2天在整理这个内容的时候，我想无论是从人品还是作品方方面面，他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把周深给剔除掉是因为他太红了，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荒唐。我通过去年跟他一起共事了3个月，镜头拍不到的东西，我反而觉得是周深最吸引我的部分，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些部分有必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把今天生存在这个行业里的艺人，不管他红还是不红，大概分成3类。第一类艺人，标准艺人，在镜头前他会呈现出一个样子，然后关掉镜头以后他会放松，他会有一些小小的毛病啊，甚至有一些人是大毛病，甚至有一些人是台下你就觉得他应该拉着去枪毙5分钟那种，但是他依然可以在舞台上保持一个很有分寸感、很体面的状态，有所遮挡、隐藏和优化吧，掩盖掉自己不太好的那个部分，放大自己最优的那个部分给观众看，这是绝大多数艺人的一个状态。然后第2类其实也是数量非常庞大的一类朋友，在镜头面前会有缩小的，其实生活里愿意跟他做朋友，愿意跟他讨论音乐，做音乐的时候是个非常有魅力、非常松弛、非常自如的状态，但是当镜头给到他的时候，他就一整个尴尬住了，尬到连他私底下10万分之1的魅力都没有。我们经常会为这一批人觉得惋惜，不具备扮演能力的这一批非常 keep real 的音乐人，在这个点上就是会吃一些亏，这是第2类的艺人。第3类艺人是非常稀缺的一种艺人，我管他们叫平进平出或者生途直出，就是他在台上和他在私底下都是没有差别的，见过无数大风大浪，年龄到了的某些天王天后，在这个行业里头他已经不需要再靠做作或者掩饰什么东西来获得观众的喜欢。最可贵的就是周深是属于第3类艺人，就他是一个台上台下一样疯癫，一样能量很满，一样古灵精怪，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尤其是在关乎音乐本质的讨论上都有一样的坚持、苛责和标准。对周深的评价当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他是一个女孩的话，那这个声音就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因为他是个男的，他唱这样的声音才有价值。我觉得这一句是最武断、最肤浅、最错误、最不懂音乐的一种评价。今天想跟你们讨论周深究竟好在哪里或者强在哪里。音色是流行音乐里头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它的辨识度、它的观众的喜好度、它的流行度往往来自于声音上的特色，所以它可以发出这个清亮的然后 key 非常高的这个声音，是它的技能也是它的辨识度的重要的来源，但这绝不是周深演唱的全部。周深是一个在技术面上几乎没有瑕疵和短板的歌手，低可以低到非常非常多，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作品让他展示这些东西，胸声、混声、头声，一切他所有的功能都开发得非常好，这是技术面上。然后艺术面上，我觉得周深可以驾驭的音乐风格、口吻、演绎、表达、表述超级无敌多，他像是一个孙悟空一样，他有72变。我在去年天赐的时候加的所有的班，坦白讲都是因为周深加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因为为这样的音乐人加班，你会觉得非常的值得。通常节目录完其实都是12点以后，做完这些后采备采后，直逼凌晨1、2点钟，不管这个节目录到多晚，他都会元气满满的跑进我们的房间来，然后跟我们讨论他的下一首歌要怎么准备和怎么唱。大家都会觉得哇，有些人凭本能就能把歌唱得很好，可是一首歌3分钟的演唱里面，它其实包含着无数演唱者、这些制作人、这些工作人员的巧思和设定，每一个音要怎么唱，大家都要去做这种精细化的处理和设计。他会自己有一个想法，老师们觉得有没有更优解，然后你们客观的帮我听一下，这样会不会怪，会不会违和，这样会不会有趣。我没有见过谁比他更认真，对一首歌吃透和消化的精准程度像周深这么高的艺人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给他一个耳机，让他站在麦克风前，他只要一开口就没有人会觉得累了。你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我何德何能，我可以沐浴在这样的嗓音和这样的音乐表达当中，会
会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只要你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你跟周深探讨音乐的过程当中加的这些班是不会有人去算的，不会有人去顾及的，你就是希望它好。他有无数的招可以让这个作品变得非常的生动。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有点沉闷，他说，哎，那我试试，要不然用方言唱，要不然我用个戏腔，哎，要不然我翻高8度，要不然我改个节奏型，然后我们从这里面去挑选。面对这种像宝藏一样的歌手，你就觉得好爽啊。然后他也很荒唐，一个班加到凌晨4、5点，我就会吐槽他嘛。我说那个，你看我的美容觉就是被你耽误了。我们要不是因为要帮你弄这个歌的话，我们早就可以回去睡觉了。然后他很好笑，他就第二天拿一堆吃的喝的东西过来，说你补一补。然后今天晚上我还来，就当天晚上依旧会来，只不过他来的时候会带一些那种什么熬夜水啊，你知道，就是一根人参插在那个杯子里面，然后带一堆那种东西过来，说庄老师你先喝，说喝好了我们再干活。所以今天在有很多歌手跟我谈状态不好没唱好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嗤之以鼻，因为就是你对这个歌的吃透程度，起码保证你状态再不好，现场断电了，您就拿着麦克风干唱，你都能唱到一个95分的水平，那是你的功课，你的肌肉记忆，你之前做的准备带来的结果。剩下的5分可以谈得上叫发挥这2个字的空间。你别跟我说我发挥好了我60分，我没发挥好我就不及格，我发挥好了我能把这歌全唱准，我没发挥好我就一整段副歌唱错，那这不叫发挥，这叫事故。我今年知道周深没有办法来天赐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遗憾的。其实对于我们音乐组这些同仁和老师来讲，我们失去了很多做音乐的快乐。 vocal 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乐器，全场的乐队响起来，那个人声是一个乐器一样精准，同时又比乐器有更丰富的情感和表述能力，它跟整个乐队交相辉映。大家带着那个耳返听现场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沐春风，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变得有价值。你对待一个好歌手的时候，你彩排会是这样的心情；面对一个糟糕的歌手的时候，他就像永远像是一把没有调准的小提琴，那就像锯床腿一样的声音存在在舞台的正中心，配置着这个行业最好的乐手老师们去迁就他的这个歌声。但是只要周深在，我们就还是有这个奔头和有这个开心的可能性。他提供了一个范式和一个标准，他就像一个撑杆跳的一个杆一样，跳过去你就是卓越。周深在现场的演唱的稳定度，对音乐性的把控，我觉得就是流行歌该有的范式，就是你只相信你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一个90几年的小孩可以唱成这样的时候，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以音乐为生的人来讲，都会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洗礼，你无处可逃，它就轰然出现在你面前。这个卓越和优秀的程度会让你怀疑你自己的艺术人生。那么当这个标准不存在以后，它会出现一个说的比较尖锐一点，叫臭棋篓子跟臭棋篓子下棋的情况，就是他刚才一整段都在走音，都哑了，都不出声，我好像才走了4个音，我还行，我比他强点，他那个好几句都进唱进错了，我还没进错，我还挺好的。我给你们举一个比较欠儿的例子，有点像班里的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倒数第三，说这个选择题我觉得应该选 B， 那个说选 C， 然后另一个说选 D， 然后周深就像是年级第一一样过来默默的告诉大家说，刚才呀那道题它是一道应用题。它会让很多人开始要去反思，这个时代已经有一个这样的歌手存在在那里，我当何去何从。周深带给很多人的压力应该是现场上会有这种压迫感的。第二个事情我想跟你们讨论的，也是一直以来好多评论者对周深的一个诟病，就是说你应该写歌啊，你不应该老是唱 OST 啊。首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音乐分为这么几种产出形式，就是一个是专辑、唱片、EP， 就是这些音乐完整表达，然后第二类就是 OST， 三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热歌、抖歌、推广歌曲，这一类音乐。热歌、抖歌和推广类歌曲，它其实也有它的生态链和它的市场，是给一个主流歌手选择的战场就只有他自己的专辑和 OST 这2个选择。我一直都不觉得唱 OST 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或者我一直都不觉得唱 OST 比做自己的专辑低在哪里。我不明白这件事儿，是因为自己的专辑是自己花钱做，然后 OST 是别人给钱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不那么光荣吗？或者是怎样？我不知道。因为今天的很多国内优秀的词曲作者和制作人，他在制作非常精良的 OST， 而且有无数的品质极高的大热
金曲是出现在 OST 的这个序列里面，所以我不认为唱 OST 有什么问题。艺人发专辑，你永远都想要把它弄得尽量好，尽量符合你的样子。专心则乱，出一张专辑你需要沉淀3年、4年、5年、8年，专辑的这个沉淀期和你发 OST 的这个频率的对比之下，好像就显得一个人一直在唱 OST， 他的专辑一直在筹备，他关于他自己音乐上的理解、认知、收割的这些工作一直在进行，那个好像频率更高一点，大家就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歌手嘛，他最大的价值就是唱歌，就是有传播、有热度的老百姓皆知向闻的歌曲。那从古到今不都是这么来的吗？那这个歌它是我专辑里的歌，它是我的个人单曲，还是它是一首 OST， 对于观众来讲，或者对于这个歌手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还有一个对他的批评，常年就是说他得创作呀，一个歌手不能够叫什么甘于当一个歌手，应该要去涉足更多创作的领域之类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会创作的人就比纯唱歌的人高人一等了一样。唱作人以一种非常潇洒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是的，就是自己能写歌，自己又能唱，这是一件超级帅的事情。比如周杰伦，比如李荣浩，这都是我非常敬仰的唱作人。可是唱歌和创作这两件事情是没有高低的。以前他在这个行业就是分工不同，一个歌手他把自己的演唱水准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几十年如一日的可以唱得越来越精进和醇厚，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修为和操守，他在这个事情上几十年如一日付出的努力，跟一个创作者、一个幕后的词曲作者在写歌这件事情上付出的耕耘，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没有差异的，没有高低的。什么时候开始写歌就比唱歌要高贵了呢？什么时候创作就比纯 vocal 要值钱了呢？这两件事情哪一个做到顶点，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可能他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花了10多年在做这件事情，那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那件事情。今天做创作人、做唱作人太容易了，今天的写歌的门槛太低了。所有艺人都会说啊，我其实拿几个和弦写一个歌，表达自己的感受，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号称创作人的年轻的朋友，经常在干的事情是，他是一个艺人的身份 ，OK， 然后我就拿手机叭叭叭哼几个动机，这东西就丢出去了。然后这个干声就会有他的幕后团队、他的制作人、他的编曲老师，说的尽量好听一点是帮他完整这个作品。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号称创作的人，制作名单里面会写他和一个作曲2个人的名字。那如果正好这个作曲我认识他的话，我就会问他，我说那个艺人本人参与的创作到底有多少？那个作曲会告诉我说，算上标点符号不超过4句。然后为了要去博一个我会创作的美名，反而有时候会侵占了幕后真正的可以写好歌、可以写很厉害的旋律、耕耘在创作这件事情上的幕后工作者们的生存空间。因为在我们一起讨论音乐的时候，周深跟我说他一直在写歌，他一直手机的这个语音备忘录里面有无数条成百上千条的旋律动机。我说那你为啥不把它发出来？周深给我的回答是，他说我觉得写的不够好，有其他作品的影子，有一些我写东西的惯性。他有他常年合作和欣赏的一些词曲作者老师嘛，钱雷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这位作曲家，他可以在一些很常规的和弦和声的行进里面写出超级厉害的不俗的，同时又朗朗上口的旋律。然后周深说，哎呀，反正他说就在钱雷老师这样的作曲面前去说你会写歌，他就觉得很造次吧，或者他就觉得很惭愧。然后他觉得如果拿自己的这些片段就去宣称是自己的作品的话，他会觉得对自己也不负责任，对作品也不负责任。如果说强行原创或者强行的去找这个唱作人的 title， 反而是对音乐本质的一种践踏和不尊重。就不是今天所有上线的东西都叫歌的，不是所有能写2句词儿或者能写2个动机那就叫创作人。原创精神是一个非常深邃的先锋的精神。原创精神这件事情如果掰开了揉碎了说，它有非常多考量的维度。所以很多的创作者，我觉得你就是写完了而已，你
并没有写出什么好的作品。在这种市场的乱象之下，我觉得周深不去贸然的涉足创作这件事情，反而是对音乐的尊重和保护。说实话，他是一个音乐的旋律感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他备忘录里面的那些只言片语的东西拿出来，在市场上说实话已经可以糊弄了很多人了，可是他没有选择拿这个东西出来糊弄人，再拿他自己觉得最体面、最优秀和最好的作品来面对他的观众和面对这个市场的考验。所以关于周深要去写歌、要去创作、要有什么什么表达这种论调和观点，我觉得他有表达，他所有的表达在处理音乐的语气表述，以及他对这个词曲作者的文字、音乐、音符的转换，这都是他的表达和他的创作。为什么是他的表达和他的创作？因为换一个人就是另一种表达和创作，所以这就是一个艺人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我算了一下周深的年龄和他过往经历的跟这个世界的碰撞、对话、起伏，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没有一天在混日子，他没有一天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而且他如此年轻，他还有一些3年、5年、10年可以去裂变和改变，去重塑他的艺术人格和继续攀爬。那不是发生在1年半载的事情，没有必要因为这10首8首 OST 就喷人家，没有必要因为什么专辑什么的这唱作这些事情就去要求人家。该来的事情每一件都会发生。我觉得他是这个行业里头非常非常罕见的清醒的不随波逐流的年轻人。有一个细节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周深是一个录制节目期间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音乐和内容表达上的人。这个可能信息量有点大，知道有很多的年轻的音乐人也好，歌手也好，他们在录综艺或者录节目的过程当中，一半的时间是在做内容，一半的时间是用来应酬和社交。有时候我会对有一些年轻人蛮遗憾的，就是你其实上这个舞台的机会很难得，时间也很紧迫，你应该用这些时间去好好的消化你的作品，去理解音乐。可是我发现他好像是在饭局喝酒，然后喝到第二天影响正常录制的那种状态，你再来跟我讨论你喜欢音乐，你尊重舞台，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一个人他从默默无闻走到一个上台可以拿起麦克风唱歌都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他可以用2-3年的时间就轻易的自我放逐和自我放弃，我会觉得很心痛。那么好的年龄，那么好的时间，那么宝贵的机会，那么重要的曝光，为什么忙着去喝酒呢？为什么忙着要去混饭局呢？为什么肿到上镜不好看，喝到声带不闭合？这件事情我到今天都不是很能理解。但是周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周深是录节目就是来录节目，他会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内容上，然后私底下的那些事情，那就拜托工作人员，拜托团队去解决吧。作为一个音乐人，他把他最好的精力，他把他仅有的一切的精力都放在音乐表达上。还有一个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会成为我这个系列的一个话题，就是艺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纪团队。因为发现内娱的这个混乱或者这个水浅王八多的局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纪人的水准的参差不齐和不作为。后边可以跟你们聊一聊有一些工作过程当中遇到的觉得非常荒唐的经纪团队。周深的经纪团队是内娱数1数2的专业度极高的经纪团队，就是他们保护艺人非常有社交的分寸感，他们帮助艺人的决心热情很多艺人团队的身上是没有见到的。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很清楚，艺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经纪人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大家就都在一个非常高速的进步状态下拧成一股绳的往前走。很多艺人你再去看他背后的团队和他周围的人，你其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个程度和速度还有这个高度。综上所述，就是认真的呼吁各方的朋友们保护周深，因为他一路磕磕绊绊的跟世界的不认同，跟很多的从前的他遇到的那些伤害、挫败、压抑，从那些日常的渗透在日常的伤害当中走来，走到今天这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子
他非常非常不容易，去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去到最好的位置，作品、人品、学习能力方方面面没有什么可苛责的一个艺人，一个同行或者一个幕后工作者。我希望周深这样的音乐人越来越多。以过往的经验成绩，或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视野来讲，我觉得走的都没有问题，走得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努力，所以你就大胆的继续的再往下走。好，那就先聊这么多吧，下一期再见吧。